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很核心的观点：所有形式拼凑的我是痛苦的根源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武断，但它直接挑战了我们一个很根本的信念，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只要拥有更多，自己就会变得更完整。但如果痛苦的根源恰恰就来自这个拥有跟拼凑的过程呢？好，那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来自埃克哈特·托利的经典著作《当下的力量》。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视角，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内心总是有一种持续的匮乏感。可以说，这句话就点出了整本书的精髓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圆满，并不是去得到更多外在的东西，而是反过来，去停止将自己等同于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。这句话其实指引了一条路，一条从根本上终结我们内在分裂的道路。接下来，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它的意思。首先，第一部分，我们来谈谈痛苦的根源——形式认同。托利诊断出现代人痛苦最根本的问题，他称之为形式认同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的形式认同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把我是谁这个问题，跟那些外在的、暂时的、会变化的东西完全绑在一起。我们相信，我就是我的工作，我就是我的房子，我就是我的观点。托利处指这种认同，正是我们所谓的小我，也就是 ego 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同时，这也是我们所有不安全感的真正源头。这个形式认同其实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层次，一层比一层更隐蔽。第一层最外显的是物质形式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就是把自我跟我的身体、我的房子、我的车子画上等号。但更深层次的是第2、3、4层，像是思想形式，我们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意见、信念；情绪形式，我们认为我就是我的愤怒、我的骄傲；还有角色形式，我们认为我就是我的工作、我的社会角色。这些形式越是内在，越是无形，我们就越难察觉自己对他们的依赖有多深。这些概念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处都是。你看比方说，一个内容创作者，当他的价值完全跟按赞、观看数挂钩的时候，一旦流量下滑，他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失望了，而是一种我是不是没有价值了的存在性恐惧。或者一个科技业高管，他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头衔跟薪水上，一旦被裁员，他失去的不只是收入，更是我是谁的定位。这就是把脆弱无常的形式当成自我本质所要付出的代价。作者托利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思想实验，你可以跟着想象一下，假设你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、所有的人际关系，甚至是所有的记忆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唯一剩下的就只是一种纯粹的我存在的感觉。你去感受一下，那个纯粹的存在感本身，真的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吗？答案往往是否定的。那个纯粹的觉知，它本身就是完整的。好，了解了问题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看第2点，空虚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这种追逐形式的游戏，注定会让我们感到空虚？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吧。就是说，我们以为升职了、买房了，或达成某个目标之后，就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那种满足感，好像总是特别短暂，稍纵即逝。然后很快的，我们又开始追逐下一个目标。这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？托利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的根本。他认为问题就出在形式这个东西的本质上。任何一种形式，不管是物质的财产，还是抽象的念头，它的本质就是有边界、有限定的，它是一种分离的产物。所以你想要用一个分离的东西去填补你内心对完整的渴望，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。这就像你试图用一个有形的杯子去装满无形的无限的空间一样，这注定是徒劳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很清楚的对比。你看，从形式那边得到的满足感，它是短暂的，而且是依赖外在条件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不断强化一种我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的分离感。但是来自我们生命本质的圆满是持久的，是内在就本自具足的，它只会揭示出我们本来就完整的那个面向。OK， 那既然问题我们看清楚了，出路在哪里？
这就带到了我们的第3部分——自由之路。托利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，但同时也极具挑战性，那就是臣服于当下。讲到臣服这2个字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消极，是放弃，是认输。但托利要特别强调，这完全是个误解。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臣服不是认输，而是接受当下这一刻本然的样貌。它其实是一种充满力量的智慧，是让我们停止跟现实进行无谓的内在战争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是臣服？你看哦，它的定义是放下对实然，也就是对事实的内在抗拒。这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其实很简单。就好像外面下雨了，臣服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放弃挣扎，躺在雨中淋雨，而是你内心不要再去跟它对抗，不要再想后天气怎么这么糟，而是单纯的接受，现在正在下雨这个事实。当我们停止了内在的抗拒，痛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燃料。那该怎么练习臣服呢？托利提供了几个很实用的方法，像是3个可以直接进入当下状态的入口。第一，你可以试着去感受你双手、双脚内部的那个生命力、那个能量场，而不是去想它的物理形状。第二，当你在观察自己念头的时候，试着去留意念头跟念头之间那个短暂的静默的空隙。第3个最简单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塞车或排队的时候，不要马上拿出手机，就只是单纯的去感受那个等待本身，不带任何心理上的抗拒。这些小练习都能瞬间将我们从思绪的洪流中拉回到当下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。托利整个思想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焦点的转移，它引导我们把注意力的焦点从向外寻找什么东西来填补自己，转为向内看见那个本来就完整的自己。那个我们苦苦追寻的平静与完整，其实一直都在这里，从未离开，只是被我们对各种形式的认同给遮蔽了而已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这次的分享。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邀请你亲身体验一下。当你放下所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念头，只是单纯的感受此时此刻，除了你脑中不断上演的那些故事之外，还有什么在这里？或许那个答案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家。